各位观众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呢荣幸来到这家台茂新开的岛屿自助餐。上一次我们岛屿有一起吃，在那个南港的那个汉来大饭店的时候，记得啦，我印象中那一天唯一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的菜凉得很快。我那一间台风天的里面风超大，风超大的，这里超热哎！我现在嘎叽我已经死了。那因为我先强调，因为我们不是大胃王，我们等一下不会全品项开箱，我们就是拿一些我们会吃的东西，然后帮大家开箱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是平日午餐是1490加18，用餐时间是11点半到2点半。那我们可能已经这个 delay 了一点时间，所以我们就快速的去拿餐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第一区帮大家开箱的是这个智区铁板现煎料理区，因为我们趁着人还没那么多的时候，赶快先把那些要排队的先拿一拿。还有这个岛屿的特色呢，就是它每一区呢都会有一种特殊的酒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计划，就是呢你每吃一区喝酒，然后你就变成混酒，然后你很快就会倒在那嘛，它就可以节省它的成本。那我们第一个来帮大家试吃的是什么？法式甜品。对，这个如果是餐厅的话，单价还算蛮高的。好快乐，好吃吗？好喜欢。可是老实说，我吃下去我觉得没什么味道。因为你品味不好。我是说这个田螺，我说这个田螺没什么味道。那就是其实靠那个酱。你要喝酒了吗？还没吧？你先等胃消化一下再喝吧。我昨天已经腹泻了一整晚了，我不太敢，所以我早就刺激它。那再来，我们吃一下这个牛排好，因为剩下的海鲜看起来它应该都是不会吃。我们先帮大家开箱，我们可以一起吃的。我后来觉得啊，这种吃到饱的店应该要注意一件事情。其实我觉得不吃羊的人蛮多的，可是他们又在跟羊一起煎，所以我这个牛排是有羊味，就是没有很浓的，是有人会介意吧？它有一点点那个调味料，羊的那个香草味，对，那好像什么孜然还是什么的味道，但还可以。部位上可能比较没有油的部位。它是一大条，然后你要吃的时候，它就是切片去煎2下，味道还可以啊，可是它就是凉的。那接下来呢，你就来独自升级啊！好，我们先来吃一下反利贝，蛮好吃的，还有那个煎过那个香味。你喝的什么？这个是饮料机区的，我拿了冬瓜茶跟这个仙草甘茶。那它除了果汁啊、饮料机以外，然后也有一些茶类跟软性饮料，吧台有一些酒啊或特色饮料。我觉得铁板煎过的海鲜都有一种特别的味道，就是那种香煎的那种香味。它的小卷我觉得也蛮新鲜的，除了有那个香煎味，还有那个小卷的那个卷味。再来是这个干贝，它的干贝没有那个比较没有干贝味，那种甜味的。先来吃一下这个。这应该是天使龙虾吧，好，这个也不错，蛮紧实 Q 感，蛮好吃的，虾味也蛮浓郁的。这个酥皮浓汤怎么样？酥皮还不错。我刚刚说是在想，玉米浓汤是甜的嘛？对吧？它这个还蛮甜的，会觉得有点跟平常不太一样。它那个味道比较像是有加那个淀粉，很像南瓜泥之类的那种味道，还蛮像南瓜的。对，我觉得你这个判断还不错，因为它其实也偏黄一点。其实蛮好喝的这个味道。我觉得朵颐的比较好喝，朵颐的它的奶味比较重，比较像是那个浓汤的那种感觉。你们有喝酒了吗？哎，对，配一下这一区的酒。对，红酒。我猜他等一下就会寄生在这一区，因为这一区有那个田螺跟红酒。酒我这还好啦，可是田螺，我们先来挑战看会不会吃个10盘好了。哦，刚喝的那个冬瓜茶有点甜。有搭这一区的食物吗？应该是算搭，至少老外就一定没问题了。有牛排配红酒，我再喝2杯配蛋饼都可以。OK， 那我们把酒喝完，然后就去下一区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帮大家开箱的是这个膳区。那这一区基本上呢，我老婆已经剩没几样可以吃了。那我们先来吃这个蟹黄烧麦，然后上面塞了一个鲍鱼。有蟹黄吗？好像没有呢。就是一般是那种蟹黄烧麦的样子。还可以，我觉得算是有诚意的，至少跟一般的工厂烧麦不太一样。但我觉得，如果是以香港的那种茶餐厅的烧麦来比的话，好像还是少了那么点意思。虾饺还可以，还不错，就是味道是方向是对的。那你一个吃到饱的烧麦水准，我觉得已经算不错了。
再来吃这个烤鸭，哎，你很会包哎，它其实很，我就折了3下而已。你看国栋怎么包的？好像是蛮会包的哦。我的比较多，我只是那个葱拿太多了，包不太起来。这很好吃哎，烤鸭的味道非常好哎。为什么你有2片烤鸭，我只有1片？刚才要啊，我觉得这烤鸭有一般外面卖的那种水准，还是下次就不要去吃响鸭，这里还可以吃到爽。我还有一些这个小垃圾，我拿的这个呢，就是在刚刚市区跟这个善区中间的灰色地带。那它有虾仁炒蛋，然后它这个是白酱面疙瘩，然后有什么番茄牛膝。可是我必须说，它这个虾子卖相很差哎，你看那个肠超黑超粗的。等下，国栋吃的最顶的吗？脆皮烧肉。我觉得这3样就算了吧。这没什么特别。那这个盲区的呢？那面疙瘩好像有点稍厚哎，比起一般意大利面，中间咬开之后，中间有一区会有一点像都是面粉的感觉，可是味道是不错。它旁边这个鲑鱼味道也不错，但是也都是一样的问题啊，这东西很凉哎。可是这里就是相对南港，因为它风没那么大，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是，它经过那个市区的时候油烟味很重，然后经过海鲜区的时候非常的腥。刚刚这2趟的动线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还好，唯一的问题就是它的那个烤鸭要排队，它的这个善区的酒也在烤鸭旁边，所以你要拿那个酒的话，你还要插进去。OK， 然后我这个是善区大杂烩，就是它的那个热炒盘上，我什么都拿了一点，鲑鱼鳗鱼炒饭。好吃哎，还蛮香的，可是它的那个老问题还是，这很像是半小时没有人来过我炒饭，冰冰冷冷。可是因为你吃那个炒饭吃到中间甜甜的鳗鱼的哦，耳目一新。就是这个如果是热的，应该是蛮好吃。反方向想，它凉了也好吃，那这个东西真的是蛮好吃。它凉的其实不难吃。对，这是汤吧？应该算汤啦，这个是热的吧？有冒烟的，有冒烟吗？有啊，有冒烟呢。不错，蛮烂的。这感觉就是外面的那个麻辣牛三宝面，一碗可能是180左右的卖价那种。所以这就是我也不推荐大家拿这个好吃的，可是它的那个性价比在这家餐厅感觉不太够。OK， 再来是这个鲍鱼螺肉汤，这碗比较值得喝，它比较稠，它有点像是佛跳墙的那种汤，就是勾勾稠稠的，比较有过年的感觉，但也不推荐你们。对，有点浪费味。这个汤感觉比较没那么占味。哦，这个是真的热的。哦，这个真是看哦。正版佛跳墙，不错。这个可以拿，这个可以拿。它的汤是清甜清甜的，没有加那种什么味精，那种太甜，都是里面的食材的味道。那我这一碗我就会推荐大家拿，比较有符合1000块该吃到的东西。就算它只是汤，这个刚刚解说上说的南岛国的小米酒，我不知道是哪个南岛国，蛮香的，这酒味也比较没那么重，它是属于那种香香的酒。善区简单来说比较2极化一点，烤鸭跟这个佛跳墙是可以推荐给大家，剩下的感觉见仁见智。OK， 那我们前往下一区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本来要先吃鲜的哦，但是呢，因为鲜需要这个拆解，刚好旁边我们已经有个人在挂网，所以就请他帮忙拆。然后呢，我们先吃这个圣区，圣区就是这个生鱼片寿司类的。OK， 我们先吃这个我最有兴趣的啊，南方黑尾鱼，先吃吃看。应该是背部的还是什么的，就是没什么油，香味比较不够，但是感觉它的生鱼片是好吃的。我们来挑这个再怎么样都不会不好吃的鲑鱼。就是鲜区跟这个圣区有个好处，比较不怕放凉。它的这个生鱼片，我觉得它的品质算不错，所以吃起来算再比享食要好一点。这个生鱼片的品质蛮不错的，就吃起来口感上都觉得蛮新鲜的。OK， 再来就是最可怕的部分了，比目鱼握寿司。因为握寿司加了下面这个醋饭，还行，还不错。因为我本来觉得它很雷，是因为我觉得它的醋饭卖相看起来粘在一起勾勾的，感觉不是很正常。但是吃下去呢，至少比它的卖相好了不少。再吃一个这个稻荷，它的皮黄黄的，我以为是一般的稻荷，好像是荆棘吧，荆棘汁的稻荷。
好，那再来是这个圣区的这个手卷，刚看它也是排了蛮多人的，应该是还不错。还有这个海胆手卷跟鲑鱼卵，没关系，我先吃鲑鱼卵，蛮好吃的。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它海苔是硬的，台湾吃到饱很少见。像我之前去什么千叶什么的，它很常都是那个海苔是软的。这鲑鱼卵还不错，跟一般的那种宵夜居酒屋的手卷差不多。再我们来吃这个干贝海胆，海胆没什么腥味。海胆微甜跟干贝的那种鲜甜，再加一点那种芥末味，蛮不错的，这个也蛮不错的。圣区的小酒，应该是清酒，因为我其实没什么在喝清酒，清酒是会有一种酸酸的味道嘛，没有那么酸，就它有一种淡淡的酸香味。那这一区怎么样？过寿司不要碰，其他都可以，吃起来没有它卖相这么雷，但我觉得它的饭也是一般般。而生鱼片其实我觉得蛮新鲜的，然后那个海胆、鲑鱼卵都蛮好吃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呢是帮大家开箱鲜区，因为它样式蛮多的，所以我们挑了几样比较好回本的。首先是这个虾子，一般的餐厅给的都是白虾，但它有特别注明蓝钻虾，所以我特别拿来吃吃看。感觉好像跟白虾差不多，吃都是好吃的，可是吃不出跟白虾的差距。这是这个沙公，哎呦，不错哎，随意的螃蟹，肉蛮甜的。这是什么？红什么蟹？应该是松叶。我觉得味道跟别家有特别的差距，它就是很咸，但我觉得沙公好像比较好吃一点。OK， 再来是这个雪蟹脚，感觉是噱头。它的雪蟹脚口感还不错，可是没什么蟹味，就是跟一般那种帝王蟹那个鲜甜的这种程度差很多。这纯粹感觉就是来吃肉。我说真的，生不如这只沙公。我觉得最推荐的反而是这个沙公。下次大家如果有来的话，记得第一个先吃这一区，因为这一区的这个区酒是这个白酒餐前酒，还蛮好喝的。跟我之前喝过白酒比较不太一样，它比较没有那么甜，有点跟红酒比较接近的感觉。鲜区跟圣区就帮大家开箱完毕了，那我们赶紧去拿下一区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到极区，就是这个炸物区。OK， 那我们拿了一些这个 CP 值比较高的炸物，这个好像是香港的，对不对？香港有一些什么海老丝还是什么？会这样搞。它的名字倒是很港，然后叫它海老。海老是日文，好吧？是吧？有点油味，也蛮好吃的。我手指看，正常来说应该是沥干之类的。对，会干净一点。有时候我觉得它外面皮的味道太重，吃不到什么海老味。因为一部分是它的海老是非常的小的，就中间一点点而已。这个炸牡蛎还行，生蚝味道略重，蛮好吃的。然后它皮也不会到太厚。我反而觉得他们这个酱油真的做得蛮好的，这样蛮好吃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综合炸物，没有花枝丸，它好像是花枝丸，它里面还有那个圆块花枝，这是节瓜，这个好吃，难得有一些可以吃的蔬菜。善区吧，善区蛮多菜的，可是我觉得都有点凉掉，不好吃。这个节瓜不错。这个炸物是我今天吃到其中一样比较温的东西。这炸物至少是温的，不会是凉的。这根黑色炸虾。被它搞得很像冬虫夏草，差不多。我觉得炸物这一区，我个人觉得算是可以拿的。我觉得这些炸物都有个点是它特别油，就是甚至比平常吃到的还要更油，感觉是沥油，或者是有些人可能说不够热的话，可能也会有这个问题。所以我吃到那个节瓜的时候才觉得特别好吃，而且刚好可以综合一下那个油感。最后果醋鸡尾酒是不是有点像什么蓝莓鸡尾酒的感觉？还行，这区还不错。OK， 那我们再往下一区前进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接下来我们最后了收尾的时刻呢，来到了朔区跟这个包区。朔区呢就是一些烤物区，然后呢包区就是它有2个汤给你选。OK， 那我们先帮大家吃一下这个朔区烤物区的东西。我们先吃一下这个爽口的蔬菜，明太子节瓜。为什么你没有拿那边的肉？要不要讲一下？因为我们已经吃了太多肉了，已经有点顶不住了。这个节瓜还蛮好吃的。它明太子我觉得有点太香了，然后什么凤梨什么青龙，这个水果下去一片，瞬间舒服了不少。因为它烤物烤得蛮不错的，
肉类我不知道，但它的蔬菜啊这些都烤得蛮不错。这个不知道什么，青辣椒吗？青辣椒了。我刚刚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到底谁会拿它？你隔壁就有一个。OK， 我们吃了一点蔬菜，这个解一点油腻之后呢，朔区它有2个大酱，一个是烤生蚝，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吃过炸的，它另外一个是这个烤香鱼。我们来吃一下这个香鱼，这个香鱼很大条，它那个鱼头看起来很像那个恐怖电影里面的鱼头，可是这个好像不是一般的香鱼，真蛮好吃的。盐烤过之后有一种那种盐烤的香味，反正因为它长得这么丑，味道还不错。接下来我们喝喝看这个汤，花雕鸡酒，然后反正一长串的名字。非常好喝哎，这完全就是港式的那个胡椒猪肚汤的味道。收尾的话不太行，这有点开胃，味道其实蛮重的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当餐前汤。这我可以拿一碗。哦，这个就是你已经开始吃的有点不太行，昏昏欲睡的时候，再来这个很浓郁，你知道吗？它汤是浓的汤，然后它那个胡椒味又很重。它里面又都是放海鲜，感觉这好像不是给你最后喝的。它的蛤蜊状态很好，饱满的，这荣登我今天的第1名，很好喝。好，那我们以上就是我们正餐类的区域开箱，等一下我们再去把最后的这个甜点区帮大家开箱做个结束，应该是最后一区了，冰区，就是甜点区。我们拿了一些各自会吃的甜点，然后呢，还有这个是冰区的酒，冬瓜茶为底的甜酒。我倒是对这个很有兴趣，因为它看起来很稠啊，我没有看过那么稠的，味道不错。那我看了半天，我只选了一样，就这个烤布雷。因为我很好奇，有人跟我一样吃布丁很讨厌焦糖的吗？还是大家都很在乎那个焦糖？可是烤布雷就是要有焦糖的叫烤布雷。反正你觉得啊？好甜，它不只是上面的焦糖很甜，它下面的布丁其实也算甜，非常甜点。可是这种东西就是上面那个脆脆的糖就很好吃。干杯！没有干杯啊？没有吸到东西啊，它是冬瓜茶底，然后爱玉当料，柠檬爱玉，就是一个甜甜的酒，还有一点小酸味，听起来很好喝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很好喝啊。这杯感觉很危险，因为我现在鼻头已经开始喷的有点酒气跑出来，这杯感觉很浓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OK， 然后最后我还拿了一些水果。这里水果还不错，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刚刚喝了那个酒的关系，我觉得没有到很甜。水果是这一区最不甜的东西，真的有这么甜哦？真的很甜。概念就是，如果我只有8岁的话，我应该很兴奋。这个是提拉米苏，因为上面是一个球，它很像鲜奶油，可是它是一个球的。这是什么？黑芝麻哦。上次好像也吃过，就是意式冰淇淋，怎么了？那个葡萄又喷水，它那个抹茶超浓，苦的那个程度。我只能说，我们这一些里面东西最不甜就是这个，大人可以吃。就感觉我这一个吃完，我今天晚上没有2点是睡不着的。爱吃抹茶的人可以试试看，我还好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把东西吃完，然后去外面帮大家做个总结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已经吃完这个岛屿了。首先是这个杯子，就是开幕前3天来的，然后加入这个赖会员会有的杯子。所以各位观众看到影片的时候呢，没你们的份喽。你先推荐好，因为你今天吃的区比较少。我今天整个吃下来的话，包吃的那个汤是真的非常好喝。你特地去买它的话，还蛮值得买。然后另外一个点是，我觉得甜点每一个都是蛮有水准在，所以如果来吃下午茶拍照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也还不错。就这样。我有别的想法，可是都不是好的想法。记得上次我们去吃岛屿的时候，我们最少后面会一直拿一样的东西。那时候我们拿的是那个牛排，而这家牛排超级不行，既不油也不好吃。熟食的部分，大部分吃到的东西都是有点凉掉。印象中有觉得到好吃的程度的，就只有那个鳗鱼炒饭。可是后面它其实热门时段它没有盖，可是后面它有点。他会拿一个那个塑胶盖子盖在上面，它热不会散掉之后，东西就会是热的。所以我反而觉得它是应该要一直留着那个盖子。就一般你有去吃buffet，它有那个掀盖式的，它就是一直要盖起来，不然它那个热会跑掉，不然它菜其实都有点凉。我其实也还好啦，主要是价钱决定。像我有一些我也觉得
就是可以吃，可是就是你不会来这边吃。像我会推荐来这边吃的，可能就是烤鸭。它烤鸭算是蛮好吃的，就基本上跟我最近去吃响鸭，响鸭可能再好吃一点点，但重点是响鸭有限量，它没有。它那个铁板我觉得还行，干贝普通，其他我都觉得算还不错。虾子蛮脆蛮甜的，小卷我觉得还蛮新鲜的，可是它小卷有一点，我觉得不太适合用煎的，它煎的会有点缩水那种感觉，就是没有那么 juicy。反力贝还不错，没有什么腥味，还不错。我觉得它这里这一片的水准蛮高的，就是都是香香的，口感也不错。手卷我是真的蛮推，尤其是那个海胆干贝，然后它的海胆蛮不错吃的，所以会建议来这边要吃一下。然后我就沙公那肉真的蛮鲜甜的，那个沙公反而是我最有印象。雪场饺，你有那个肉感，可是没有那个甜味，就是你吃得出是蟹肉的那种感觉，可是吃不出蟹味的那种。喝的哦，我看你都喝那个金萱而已。没有，现在后面已经顶不住了，只能一直喝茶。冬瓜茶蛮好喝的，因为它是说它也是益丰，可是它的比较没那么甜。酒的话，我觉得它的白酒还不错，比较接近红酒，就是算是比较香类的。然后那个甜点的那个不错，那个冬瓜爱玉，对，那个是好喝的。那一杯是真的蛮危险的，而且它不知道是不是排在最后，就是反正你已经吃到最后，就给你一些浓一点。以上就是我们这次这个岛屿帮大家踩了一些没必要的雷。不过这边对比上一次的话，这边的好处是这边还可以逛很多街，就像我们这个吃饭旁边就有成品来这样，就相对上次那个店的位置来说，聚会结束后你还能一起要干嘛的？这边有个好处啦，我觉得，因为我们算是坐最底嘛，我觉得距离没那么远。上次哇超级远，我不知道我们这次是运气好还是怎么样，我觉得我们位置非常舒服，就是还是有点小的包厢，是蛮舒服的。然后这边我觉得交通也还不错，但是我不确定假日可能真的很多车，因为我们像我们现在来这边，它停车位其实蛮多的，但是假日的时候我就不保证它会不会停到满。总结来说，就是如果你是海鲜控加甜点控的话，那这家店很适合你。可是如果你是偏向想要吃一些比较厉害的肉类或是炒菜类的话，表现就没有那么出色。其实老实说，我觉得它控肉也蛮好吃的。港点烧麦我觉得也可以吃一下，虽然没有到很顶，就你至少跟一般的自助比起来，不会像那中央工厂做出来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猪肉不好吃的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岛屿台贸馆这个新开幕帮大家做的这个开箱。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这个平日或者是过一阵子来，应该就会有位置可以吃了。那这一集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期开箱再见了，拜拜。也蛮好吃，但是那个佛跳墙，佛跳墙我觉得它做的已经蛮不错，但是它佛跳墙就是因为我妈会做佛跳墙嘛，所以跟它的比起来就是有一点差距。因为黄老师里面会放一些干贝、海参，就是会有海味，它比较像有点像那个类似那种药炖排骨那种感觉。